我是老板。昨天2月4号是我老板生日哎，耶！43岁了，哇，好恐怖哦！很多人敲完我40岁后的影片，但我觉得42、43还没有办法很感觉40后的心情。虽然有一点感觉啦，但我觉得应该要至少44、45之后再来回顾说，40是什么体验，我觉得会拍得更好。所以要等我45岁喽。然后如果你很喜欢看年龄影片的话，建议可以看20啊、25啊、30、35这4集哦。然后我们这集要来聊60万 QA 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我们今天收集了很多粉丝问的问题，来让小编问我好了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我来问问题。前面没问过是不是？我来咯。感觉有发言权，有没有？第一题，听说魏老板是 INFP 小蝴蝶，那为什么就是不会又懒又废，然后又拖延？又懒又废，然后又拖延，会啊，也会啊，只是要看什么时候啊，不会无时无刻都这样啊。那 INFP 不是会很高敏感，很容易受伤？哦，是哦，小蝴蝶那么可怜哦，一谈就是你干嘛？是哦，我觉得高敏这件事情，我不会觉得是一个缺点。大家如果有高敏的问题啊，或者是你觉得你的16种人格里面，相对于其他人，你可能是那种很高敏啊，然后对外界很有感受啊，很容易受他人影响的，我觉得你先不要觉得它是一个缺点，因为高敏这件事情也等于敏锐。所以你对市场会很敏锐，你对别人的感受会很敏锐，然后你可以像我一样把它用在经营事业上面，你也可以用在经营自媒体上面。其实你会发现你是比别人还要强大的，因为你比别人都还要更早洞察很多事情。可是没有这个高敏的人，他可能都会晚你一步，甚至你都觉得已经是这样的时候，他还说有吗？我不觉得对啊。可是他可能性格比较稳定啊，所以我觉得这都不是缺点。就例如你说他后知后觉，可是他可能也相对可以很稳定的前进，他不受他人影响。相反的，也可能就是他洞察不到市场。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，那你要接受他，接纳自己，然后放在适合的位置上或工作上面。我觉得任何的特质都不叫缺点，它就是人格特质而已。那你看你怎么运用它。所以我不会觉得小蝴蝶就是很脆弱、很高敏，然后什么很拖延、又懒又废。我有时候会那样，我周末都没出去啊，就是叫外送，然后吃，然后追剧，一整天都躺在那沙发都没起来，好爽啊！就是我真的很想耍废的时候，我也会躺平啊。我也不是无时无刻都很冲啊，我也会有想要躺平的时候。可是我不会每天都这样，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。你就会觉得啊，我明天要干嘛干嘛就很开心。像每次要录 YT 我就很开心啊，然后每次要看新款我就很开心啊，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事情。所以大概是这样咯。第二题，自己是27岁的女生，很好奇魏老板的粉丝是不是都是女生，还是也会有男生？那年龄层大概又是在哪里？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公布过后台的数据什么的，可是大家应该感觉出来吧？不是都只有女生，现在越来越多男生都会跟大家留言互动了。因为魏老板已经3年多的 YouTube 嘛，第1年开始大部分都是女生，第2年就开始男生变多了，然后第3年差不多变成6比4左右。可是可能很多人每次看魏老板的 YouTube 都会以为说啊，女生男生大概9比1什么，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夸张，还是有很多男粉丝的。其实还是蛮多男生会订阅来看的。然后我昨天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，现在男女是5比5哦，妙吧？然后最近2个月的男生看片比例还比较高，男生还看了超过6成，然后女生只有4成在看，等于订阅是5比5，可是看片男生看比较多哦，很神奇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有点颠覆大家的想象啊。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好像男粉丝一直在增加。我觉得可能是男生其实也很想了解女生的想法，然后男生其实也很想跟大家交流，只是他们会晚一点点。然后你知道，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很妙，他们会看片但不订阅，因为他们觉得订阅一个女生的频道就尺度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是什么很羞耻的事情，就是我会看，但是我就死不按订阅。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男粉丝都这样，对，他就潜水看，他就会主动搜寻来看，可他就不想让他的朋友知道他有在订阅还是什么。后来就放开心胸了嘛，就想说好啦，可以。所以我觉得男生只是比较慢，但是我觉得男生也是很愿意跟女生交流的，加上我们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两性平衡。我其实从来没有站在单一方说话，我都是站在中间说两性要怎么沟通，而不是希望两性对立啊。所以男生后来就越来越理解说，这地方好像男生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越来越两性平衡咯。第3题，请问魏老板有没有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或是伯乐？然后什么样的人对你帮助最大？我觉得很多人会很纠结这件事，就好像感情里面就会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对的人，对不对？好像说有一个灵魂伴侣，还是什么双生火焰之类的，命中注定。对。然后呢，在职场上面呢，又会觉得好像我会有一个贵人，我会有个伯乐，然后他就会扭转我的一生。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纠结这件事。我不是要说都没有人帮助过我，我觉得帮助过我的人很多，但是你真的要我想一个，然后你们扭转了我的一生什么，我觉得是没有的。没有一个人会没事来到你的面前，然后给你一个很大的机会，然后就扭转你一生，很像电影那样。我觉得
其实不会有这种事，通常就是你身上也有他要的东西，他才会来跟你交换价值。就是不管什么，我们都是一种价值的交换。要理解这件事情，不是什么也不是，然后人家莫名就要来帮助你，还是不可能，不可能无偿付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对，他如果帮你，一定是这样也能帮到他自己，大家一定是互利互惠的。对，所以早一点理解，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价值的交换，交友、求偶、职涯或人际关系都是。那所以你真的要我想一个贵人，然后他帮我什么，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，我觉得好像没有。可是你说很多的话，有包含我每一个时期跟我一起打拼的同事团队，我都觉得大家在这个时期可以一起打拼，也都是我的贵人之一啊。我不会觉得只有单一个啦，我觉得去享受你自己人生的每一段过程吧，不要一直等着说有谁来救赎你，那基本上也是白马王子情节，浪漫的偶像剧里面对对，所以你对职涯也不要有这种想法。一定会有贵人帮助你，但是一定是你身上有什么价值跟他交换，不要一直期待你什么也不是，可会有一个贵人伸手把你捞起来，不太可能，事实上也可以。对啊，我觉得大家要现实面看一点，但是我们也要保持感恩对每个人啊。好，第四题突然换我讲，看到威老板在 IG 公布的 YT 后台2024上传了超过400支内容，虽然是包含长影、会员影片啊跟 Shorts， 然后 Shorts 其实也是从我们长影跟会员影片剪出来嘛，所以并不是400支都是不同内容，可是还是觉得这个创作力很惊人欸。然后威老板好像也有分享过，影片都是自己一个人企划的，这样会不会有灵感干枯，不知道要拍什么的时候？我觉得也许小蝴蝶就是创作力很惊人，因为他感触很多，有没有？看到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觉得啊，这个我好像可以拍一支片。或有时候我跟我女儿讲到什么小事情，我就会觉得你刚刚给我一个灵感，这可以拍一支片，就很容易互动我。或者是我看到什么很好的电影啊、影集啊，我也会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拿来拍片，可以让大家知道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感动这样。所以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有灵感枯竭的问题。生活都是灵感。对，生活即是灵感。我手机里面待拍的，我想拍的企划应该还有上百个哦，因为我每次还来不及拍它，我新的又来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呈现的是一个拍不完的状况，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短期间不用担心我停更了。第5题，有人说魏老板讲话有时候好像有点大得抖，这什么问题啦？我跟你讲，我不会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的朋友也有这样跟我讲。我刚开始是看到有人留言说，为什么魏老板有点大舌头，也有那种路过酸民就说什么啊，不过就是一个大舌头的女生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什么意思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发现。后来是我自己很好的朋友跟我说，你为什么有些骗子感觉有点大舌头？因为他是护理师，所以他第一个直觉就是你是不是有在吃什么药，例如止痛药或肌肉松弛剂之类的。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会影响哦？他说会啊，如果你有在吃止痛药或肌肉松弛剂，某些肌肉被迫放松，包含舌头的肌肉也会。所以我就发现可能因为它变得比较放松，我要刻意用力才会呈现平常的咬字。对吧？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松松的啊，我讲话就会变这样子啊。对，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大舌头，那我其实也可以刻意用力去咬字，可是我就会很累啊。对啊，你咬到舌头。对，然后也是很谢谢大家关心为什么要长期吃止痛药跟肌肉松弛剂？因为真的是20年当老板的职业伤害，就是我真的已经肩膀跟背都痛到不行，我没有办法睡觉，有点工作过度了。整天就是打电脑有没有？然后整个手不是都抬着嘛，工时又过长什么什么，反正就长期肌肉都是发炎的。然后整个背非常痛，肩膀非常痛，我根本没办法睡觉。然后我去看了复健科、疼痛科、麻醉科，我什么都去看了，针也打了，然后长期吃药什么。但我吃的都是正常的药没有违禁品都是处方签、医师用药但就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后遗症。对啊，所以请大家多包涵啊。见面会呢，有粉丝就问我说：“魏老板都不睡觉吗？”你说他问你吗？对，他真的问我，他就说：“魏老板都不睡觉吗？他有休息吗？他一直在回东西耶。”就会发现半夜我还在回。对。然后起床的时候又看到我发贴文，下午又看到我在刷即时动态，确实是工时有点太长啦，所以20年累积下来就有点后遗症，就职业伤害。可是我觉得也没办法，就去接受治疗这样。第6题，魏老板会羡慕什么样的人吗？或是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现在得不到的？羡慕别人会啊，我有时候看到我朋友很辛苦在上班的时候，然后他们都在国外玩，而且他们是可以去1个月的那种，或者是寒暑假就带小孩直接去澳洲2个月，我就很羡慕这种啊，就是他们的工作是可以不用被绑定在办公室的，因为魏老板经营的品牌再怎么样，就是每个月会上新品嘛，每个礼拜都有东西要做嘛，所以我一定都要进公司啊。我如果出国可能顶多去个5天7天，就没有办法太久不进办公室这样，即便是远端我也不能放开你们那么久啊。可是我就会很羡慕有些朋友，他是真的可以不用进公司的，或者是他不是公司，他就是投资理财啊，他可以休1个月到2个月，然后那2个月他就可以都在国外，我就蛮羡慕那样的，可以不用被地域性绑住，或者是他的工作就是想做才做的，不用像我们每个礼拜一定要干嘛干嘛，我每天都要来上班。就很羡慕啊，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更早就已经财富自由啦，对啊，他根本就真的也不用上班啊，还是会有我羡慕的人啊。可是我也很清楚知道现阶段的自己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放下那么多粉丝团队，丢下这一切，然后怎样我就第1名了，也不可能啊。所以
羡慕的对象还是会有的。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有机会可以这样，我也不晓得，可能退休后吧。对啊，那还要多久？30年、20年吗？不会那么久吧？不知道也有很多人问我说，外版想象的退休生活是怎样？我其实也想不出来，就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那个荣幸可以退休。这感觉你也闲不下来。对啊，感觉你会不想可退休。是退休你可以做别的事啊，只是不用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已啊。那我现在目前也还想不出来，所以还是会有羡慕的生活啦，还是会有向往的东西，一定都是自己缺乏或做不到的东西嘛。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羡慕别人，你要看到你自己拥有的，可能也是对方没有的。那我觉得就活在当下，至少我现在觉得很 OK， 很开心，然后很幸福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好像也只回答几题就已经超时了。好，我来问一下观众问题，今天的问题有没有刚好也是你很想问的？我猜应该是大舌头吧。然后你也有想问魏老板的问题吗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可能会用文字回答你哦。然后也欢迎大家参考前面拍过的50万订阅的疑难杂症篇、恋爱篇，20万订阅的 QA， 还有10万订阅 QA。10万那时候刚开始拍而已，好青涩哦，我都不好意思看那时候的影片，好尴尬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